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健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即将要到来是在美国的感恩节，今天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火鸡价格，在这个时候说是暴涨幅度高达了40%。另外一方面，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他说北京已经停买美国的大豆了。全球的粮价风暴是否正面的全面引爆呢？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美国的粮食霸权会在今年的冬天断掉吗？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政府关门到现在43天了，但是现在的重点是，虽然政府的门要开起来了，但是感恩节呀，变成了一个通膨的修罗场。现在美国的通膨实在太严重了，当中感恩节美国人都会吃的火鸡暴涨幅度预估现在落在40%左右，餐桌也缩水了。川普还在这个时候喊说美国没有通膨，美国人这个感恩节到底要怎么过呢？另外一件事情来看到，习川会不是才刚落幕吗？美中看似谈得不错，但是彭博却在这个时候爆料说，北京突然踩刹车，不买美国大豆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中国为什么在第一时间突然间转向了？那么美国的农产品还是在中国的战略名单上吗？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来关心中国，同时对美国大豆跟巴西的大豆亮起了红灯，但是却是用比较低的价格来大举扫进了阿根廷的低价货，是在重塑全球的大豆供应链吗？美国在这时候还能掌握得住所谓的粮食定价权吗？还是在中国手里呢？今天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好，赶快来关心的是政府关门到现在43天，终于最新消息来自于众议院的投票已经通过了，会来重新开门。不过12号这一天要等到川普正式的签字，才可以确定是开启了门。那么美国公务体系才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但是即便开门，现在美国人民要面对的问题，刚刚提到的就是通膨了。尤其现在感恩节将至，我们赶快来看看目前在整个吃饭上面来说，对美国人是最有感的，因为涨幅是最多的。光是今年9月份的涨幅高达了将近3%。但是我们来看到2020到2024年这4年之间，食品的总成本竟然暴涨幅度高达了23%，其中美国人在感恩节会吃的火鸡因为今年也受到了禽流感的影响，所以鸡只剩下1.95亿只，创下40年的新低，再加上通膨导致这个火鸡的价格刚刚提到了暴涨幅度高达了40%，在这个时候，沃尔玛赶快推出他们的感恩节套餐，当然里面会有火鸡那么即推出的这个套餐是$40，他们说呢，这个$40的套餐可以供给美国的一个大家庭，大约10个人一起来做享用，换算下来$40，10个人，一个人只要付4块美元，也就是新台币大概100出头就可以吃得到了。但是媒体也在这时候很酸说对啦，价格是很便宜没有错，但是呢，你这个分量是完全在缩水，变成了一个减配的菜色。在这个时候，川普还是很自豪的说，沃尔玛推出的这个套餐$40比去年还要便宜5%，都是它的政绩，因为现在美国几乎是没有任何通膨的问题。CNN 在这之后很酸川普，他说，你都感受不到吗？现在美国境内通膨居高不下，美国人接下来恐怕欠债，更多人将会一无所有。而确实，财长贝森特在美国内部早就已经感受到这个通膨的压力，所以他也开始喊话，要针对重大的宣布，他说要针对这一些美国不产的商品价格来做这个压低价格的动作，包括了针对咖啡跟香蕉等等，还有针对牛肉的价格最近狂飙，他说要来做一个调查。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感恩节逼近，美国政府刚开门，但是火鸡价格暴涨了40%，食物成本刚刚说了4年暴涨23%，美国人在今年的感恩节得承受多大的压力？首先谈一下这4年以来食物的成本，您提到了说暴涨的23.6%，这不完全都是川普的错因为这里面也有一大部分是拜登本身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拜登任内的时候，他几乎推的是无限量宽松当然这有点是夸张的一种表示，但是这表示说，拜登在他4年的任期的时候一直印钱，他不断的印钱，
他一直在发行公债，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啊，也就是说，他发行了大概1万多亿左右的公债，那就当然你的钱一直在印，一直在印，一直在印，那当然这个通货膨胀也会被你的这个太大量的这个 M2啊进入市场所拉起来，所以我觉得拜登在这个部分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接着就是川普要负第二部分的责任了，也就是说，今天美国人为什么会过得那么苦？那就是那就是特朗普了。特朗普上来了以后，他天真的啊，我讲是太天真了，他天真的以为说关税真的是出口商来支付，他天真的认为，但事实上是所有的证据都已经告诉你说，进口商负担了50%以上，甚至到60%。而零售商就是通路商负担的30%，所以出口商顶多负担1%不到。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很明显的就是刚开始这些通路商也好，进口商也好，他因为仓库里面还有一些积压，他可以把物价没有调得很大，可是他没有多久他就开始调整物价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看到，当特朗普在定的那个物价的时候，其实在特朗普定不到的地方，物价已经悄悄的在往上走了。好，那等到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通路商本身他也受不了了，他开始转嫁到这个消费者身上了，物价就全面性都在上来，这个已经是更为明显了。现在的 FED 的估算是下半年，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如果关税不变的话，那整个都会反映在消费者身上，所以这个关税会几乎全部都反映在消费者身上，物价还会有一波的涨势。那这个对联准会在控制这个它本身的要降息这个部分难度就很高了。对，所以目前估计很有可能年底才会有一次，也可能如果物价还是控制不了，一次都不降。好，现在美国的感恩节为什么会被凸显出这个问题？我倒觉得要注意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沃尔玛它本身知道川普不会去吃那个40块的套餐，所以他推出阳春版的套餐，忽悠这个川普，川普也很开心的被糊弄过去了，说你看这个完全没涨价。其实大家都知道中产阶级快速的流失，当然还有您谈到的禽流感，可是禽流感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啊，你可以透过进口来平衡你的这个火鸡的物价的问题啊，但是你的关税摆在那里，你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所有的错都是川普的错嘛，还看不出来吗？那但是川普很容易的被沃尔玛忽悠，沃尔玛很厉害啊，他糊弄川普的本事一流。好，我们一方面是看到这个感恩节将近，美国的通膨问题是让这个川普，我相信他已经暗自的感到忧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对外中美的这一场大斗战火，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升温。因为原本说这个习川会之后看起来中美之间谈得不错，中国在习川会后不是承诺了吗？说会买美国大豆，那量是说年底买1200万吨，那么接下来之后会再持续的加码2500万吨。结果来自于彭博还有其他外媒的最新的爆料说，北京已经停买了美国的大豆。那专家就说了，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大豆虽然说已经恢复出口给中国，但是还是会被课征13%的高关税，那么还是会让大陆亏本的。所以说，大陆其实没有理由一定要买美国的大豆，而且从过去的历史，这也可以证明说，中国大陆在大豆这方面是很有底气的。今年5月停买了美国大豆之后，大陆是立刻转向了巴西，那么狂买前9个月的这个量达到7200万吨，当时买这个巴西的大豆的占比高达了70%，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巴西竟然趁机哄抬价格，每吨价格从580变成650美元，这让中国很火大，于是宣布12月到明年的1月。巴西的大豆订单要全面的暂停。那中国的底气来自于他自己有战略的储粮4500万吨，说可以撑半年之外，他们也可以跟这个阿根廷来扫货，因为阿根廷已经取消了它的出口税哦，所以大陆是立刻扫了130万吨的这个阿根廷大豆，比巴西便宜了整整每吨200美元，11月就会到港了。委员如何看这个川习会之后中国的这一步？我觉得彭博社这个爆料是有问题的哈。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停买大豆，停买美国的大豆。
都还没开始买，什么时候会有停买的问题呢？对呀，根本动都还没动。那我跟各位解释哈，买大豆跟我们到超商去买一个便当性质是不一样的。通常这种大豆商是要先订到船舱，先订到船舱，它有点像旅行社，我订不到机票，我怎么带团出去啊？啊，它一定要全世界可以运的这种散装货哈，才不过3000艘。你没有事前订，你到年底你到哪里去订啊？所以假设是习川会啊，开完会好了，那这些开始觉得可以买了，我去下订单传，至少2个礼拜啊，然后2个礼拜已经到了11月下旬了嘛，那下旬了以后开始要进货的时候，从巴西订，搞不好现在还在下订单而已啊。对，从美国搞不好现在还下订单，所以根本8字都没一撇了。什么叫做停买大豆呢？我知道有很多的大陆的大豆进口商都还在帮忙到处在找船啊，但是有人说运费突然间贵很多，我到底要不要临时去抢船？临时抢船运费当然很贵，而且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运费贵哦，反而比那个更严重，比关税啊，比那么更严重，因为在飙涨的时候波动幅度非常大。没关系，再等等看哦。如果说到了1月份都还没有进口美国大豆，那才是真的停买美国大豆啦。那这里面不完全是政治因素，跟经济因素有关。本来美国大豆的价格是比巴西跟阿根廷来的贵，就现在巴西涨上来了，比美国大豆还贵，最贵。而美国大豆的榨油量又比巴西好，你现在涨上来了。那阿根廷的大豆也比美国大豆差，那可是人家便宜啊，便宜就抵过一切啦。何况本来阿根廷很奇怪，什么出口税啊，就现在取消啦，取消了，等于整就是比这个巴西、美国大豆便宜很多。你如果进口商当然拼命先赶到阿根廷去扫货，那这个事情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在那个10月初就有了，所以他现在扫一扫，11月到货刚刚好啊。这整来讲，一个大豆进口通常要花2个月的时间嘛，所以差不多了哦。你说哇，11月就可以到港，那表示他10月份做差不多哦，因为当时米莱是9月宣布把那个出口税给取消嘛，所以大家在抢单。那阿根廷大豆可以卖的也没有那么特别的多了哈。那抢完了，那一比较一下，巴西比美国大豆如何？从经济考虑，就回来买美国大豆。所以我预计，他如果大陆的进口商应该到港的时间点就是1月份。好，我们看到，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说这个彭博的消息不属实哦，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确实在买大豆上面选项很多，有巴西、有美国、有阿根廷，是不是等于说掌握了重要的议价权，也不再握在美国的手里？张晋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大家必须要了解哦，这个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的环节。中国大陆一直是就是长久以来都有计划了，希望透过租地或者买地在其他国家租地买地自己来种，或者建立长期的契作合约，而且呢，国内本身也要在积极的开发耕地，譬如说它的新疆开发耕地就很有成绩。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中国大陆本身自产的大豆确实品质在那边没有办法赶得上美国，尤其是这个大豆不光是要用榨油，它也是重要的饲料的来源，那个蛋白质跟榨油的这个率，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指标。所以货好跟这个就是说它的价码这之间有一定相存的这个依存关系。但诚如刚才委员所讲，我们经常还是会碰到产销失调的问题，就是产销之中还牵涉到就是所谓的船运等等这些的问题。所以中国大陆其实是一直把它当作国家安全的议题来做。所以它目前呢，罩门是在于育种。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大豆的育种上面一直是相当的弱，所以它也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尤其是玉米或者麦这些再继续提升。第二是它的存储这个确实是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而且无论是就是从氮气存储或者说干燥存储，这个在各国的话，其实有一天我觉得这个科技甚至都可以出口。最后一个呢，就是化肥，它生产的化肥确实也能够达到自给自足，而且甚至呢也跟就是说它的大购订购的产销商之中用化肥然后去换来做。所以呢，我觉得说今天到底谁能够掌握市场
就是只要能够此处不买爷，自有买爷处；此处不卖爷，自有卖爷处。终究啊，买方市场跟卖方市场猪羊变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好，谢谢张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